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，现场的媒体朋友，大家早安，新年快乐。那么今天是中华民国109年的元旦，也是2020年新的一年的开始。我要先祝全体的国人同胞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。那么在元旦的这一天呢，我们有很多新的政策呢也开始上路。今天我们再度调升了基本工资，特别是打工的朋友，各位的时薪连续第4年增加，相信各位都会有感的。那么有2到3岁的小朋友的家庭，如果小朋友还在保姆那里，还没有上幼儿园，今年开始我们把托育的补助衔接起来了，育儿的支出可以省下一大笔的钱。那么家中有长照需要的朋友们，5月报税的时候不要忘记，长照的扣除额也从今年正式上路了。农民朋友们，新年度的农机补助也开始受理申请，我们也正在研议要为农民朋友建立一套退休的制度。每一年受到政府照顾的人都要更多，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。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国人都能够受到最好的照顾。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好消息。我们南回改刚刚通车，苏花改跟西滨快速道路也准备全线通车，大家盼望了好久的安心回家的路终于实现了。我要谢谢苏贞昌院长，过去1年行政团队在他的领导之下做出了有感的好成绩。这1、2年来，台湾面对巨大的变局，在国际经贸上的巨大的变局，尤其是美中贸易战的挑战。但是呢，在全国人民、在全体台湾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，我们挺过来了。那么去年呢，相对于周边的国家呢，台湾有不错的经济成绩，经济成长更是回到了4小龙的第1名。那么股市万点已经成为常态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去年首度出现几10年来规模最庞大的台商回台投资，那么海外的资金回流也蓄势待发。那外商看好台湾的经济前景，也大幅的加码投资台湾。这证明了，经过了多年的努力，我们成功的扭转了几10年来产业跟资金外移的处境。那么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台湾的经济正向的改变了，正为台湾的经济因为长期的动能不足呢，带来了反转的契机。那未来的4年，我们要努力再创造一次经济起飞的奇迹，建立一个人民可以普遍的受惠、普遍有感的新经济的模式。我们将要落实造园投资，让台湾成为高阶制造、高科技的研发中心、绿能发展中心、区域资金的调度跟理财中心，以及高科技跟产业人才的培育重镇。那么经济转型、产业创新，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，让台湾在全球经济的变局中能够脱胎换骨。至于较弱势的传统的产业、农业以及中小企业，政府也会提供足够的协助，以及各种的保障措施，让他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受到最少的冲击，顺利转型升级。至于那些因为中国对台政策改变而受到冲击的产业，政府一定会给予支持跟协助，开发新市场，转型再升级，让他们摆脱依赖，不再受制于不确定的政治因素。那么当然，台湾之所以重要，绝对不会只是因为是经济，我们的民生跟自由也是重要的原因。这几年来，中国文攻武吓不停，介入渗透不断，目标很清楚，就是要逼迫台湾在主权上屈服让步。那么去年初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提出了1国2制台湾方案。
我要感谢所有的台湾人民，给了政府最强大的后盾。我们没有屈服，我们很明确地告诉全世界，台湾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。这半年多来，全世界都看到了，在一国两制实施下的香港，局势是不断的恶化。政府的滥权已经让一国两制信用破产，民主与威权无法在同时存在在同一个国家。那么香港人民做了示范，告诉我们一国两制绝对不可行。面对中国的压力，去年我已经提出了4个必须，呼吁中国政府必须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，必须要尊重2300人对民主自由的坚持，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之间的歧义，必须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关坐下来谈。那么1年过去了，我的立场更坚定。前几天我更明确地提出了4个认知，希望全体国人同胞能够团结一致，共同面对外部的威胁。那么这个4个共同认知的第一个是，破坏台海现状的是中国，不是台湾。所以当中国逼迫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一致对外。第二，中国利用9·2共识正在掏空中华民国，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。第三，不能以主权交换短期经济利益，所以我们有一条底线，我们必须要有一条底线，确保主权不受侵犯。第四呢，要警觉中国正全面的渗透分化台湾的社会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民主的防卫机制建立起来。如果我们全体国人、全部的政党都能在这个4个认知上面形成共识，中华民国台湾将形成一股无比巨大的团结力量，屹立在世界。那么昨天反渗透法已经在立法院通过，里面的规定都是国内法本来就规范禁止的事项，只要不是接受中国指示、委托或者资助来从事法律所不许可的事，就不受反渗透法的规范。而且有没有违法，不是行政机关或任何人说了算，它必须是经过法院的判决。我跟大家保证，反渗透法的通过不会影响自由，不会侵犯人权，它不会影响正常的经贸交流，它只会让台湾的民主自由更受保障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我们是反渗透，不是反交流。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和往来都不会受这个法案的影响，所以在中国的台商、台生、台师、台干各位的一切正常的生活都可以照旧，不受影响。拜妈祖的，或者是拜其他神明的，所有正常的宗教交流的活动也不会受到影响。两岸之间的观光活动、旅行业者的正常生意也绝对不会受到影响。在这里，我要谢谢全体的国人同胞对于这个法案的支持，我也要特别谢谢朝野立委在立法院的理性沟通。保卫民主，人人有责，中华民国国家的主权不能被挑战，台湾的民主自由也不能够被侵蚀。守住主权，守住民主自由，这就是作为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必须要坚守的立场。携手同心，台湾前进是我们今年元旦的主轴，让更多人感受到照顾，让经济变得更好，让台湾的民主自由跟主权稳固而永续。这就是我们要团结台湾人民一起奋勇前进的方向。2020年，台湾又会是世界关注的焦点。我期许全体国人同胞展现勇气，展现团结，让民主自由的光芒再度照耀台湾，照耀世界。谢谢大家。